嗨，各位，我是 Takashi。这周第6话虽然没有激烈的战斗，但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令人紧张的一集。在每一位角色各自日常生活中透露了一股暴风雨前的宁静，不管是马修的学生规划，亦或是博美战团未来的发展，处处都在为接下来的剧情埋下更深的爆点。那么本支影片将继续带各位来探讨一些宇宙世纪的设定，以及猜测目前所有集数中的伏笔。如果还没看过我点评和剧情猜测，可以点击右上方资讯卡来观看。那么在进入主题前，现在简单说明一下大致剧情。在比赛后回到卡涅邦基地的马丘，众人都在为烧走2架钢弹的表现喝彩，唯独马丘因为嫉妒涅安而感到失落。另一边，西姆斯上尉来到夏利亚的船舰上，除了告知夏利亚即将使用的 MA 奇科罗加是一架带有竞技技术的机体之外，也通知3天后，塞德六总统将与基西利亚召开非官方的会谈。而在地铁上的艾克沙贝少尉也被一旁的同伙告知，尽可能注意夏利亚的行踪。故事就此展开。剧情说明完毕后，接着就是本次集数的点评。正如上述，本集在没有激烈的打斗场面，却依然透露着一股强烈的不安。从角色们的日常互动，甚至上面大人物的动机，都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从我们可爱的小番茄马丘说起，上集结尾到现在，马丘的许多表现和行为可以说是把传统宇宙世纪中新人类角色的那股桀骜不驯、自我独特的个性展露无遗。目前我看到有些人说他们不喜欢这集马丘的表现，那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初钢的阿姆罗也是因为类似的个性，被布莱特舰长修正权教育过后，才把心态摆回来。甚至往后的许多钢弹驾驶员，也都是在还没经历惨痛教训前都有这样的反应。而马丘作为一位正值青春期的普通 JK， 看到自己的暗恋对象和其他女生接触，会有吃醋的反应，我想也是正常的。另外，让我感到有点讶异的是涅安的生活环境。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他的人设是战争难民，但没想到的是，在他居住的小公寓中，书柜上吉翁工科大学的课本也透露出，他曾经或许也是一位有理想跟目标的普通学生，只是逼不得已，必须靠走私才能勉强过活。而他想和马修跟休斯一起吃饭的小小愿望，也让我们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与无力。前2部影片都有猜测安琪有可能是西姆斯上尉，但编剧似乎预判了观众会这么想，于是就在这集向我们表示并非如此。西姆斯上尉的登场也为夏利亚团队的下一场行动透露了新危机。除了夏利亚高调征用 MA 之外，安琪的出身背景以及他所下的决定似乎都和吉翁脱不了关系。虽然我们仍尚不清楚安琪的背景，但根据夏利亚和他的对话可以推测，安琪曾经是吉翁公民，可能也是吉翁的军官或士兵，但因为一些原因逃兵。结合那颗白色哈罗的一些表现来看，可能和新人类相关的机密有些关联。我想一定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这么强调那颗哈罗？如果从过去其他钢弹作品来看的话，哈罗作为一台互动型机器宠物，只有在人说话后，哈罗才会做出反应。但博美战团这颗哈罗从进入钢弹驾驶舱后，不但可以开启奥米加系统，甚至这集马丘在驾驶舱 emo 的时候，嘴巴看起来是没有在动的，但又对马丘给出了对话反应。结合这些线索来看，感觉安琪应该是在战争期间见到了什么可怕的画面，所以选择从军队中逃兵，最后流浪到塞德六殖民地内。另外，这集的标题基西利亚暗杀计划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让人感到暗潮汹涌的标题。要知道，从正史的1年战争到后来的 AOZ Reboot 系列，都是围绕着萨比加2兄妹的派系斗争展开。而这集在描述谁要暗杀基西利亚的暗示和手法，结合这集慢步调但又紧张的日常剧情，很难得可以再次看到政治惊悚的描写手法出现在钢弹作品中。而这样的政治惊悚正好是最适合放在宇宙世纪政治戏码的剧情元素。接着就是设定解析和伏笔猜测，以下部分内容皆取自各大讨论版以及我个人的假说，如果有其他想法都可以在留言区中讨论。我们先从这集的标题基西利亚暗杀计划说起。从目前剧情发展和角色动机来看，我们尚不清楚夏利亚对于萨比加有什么个人看法，但从跟着夏亚这个不稳定因素到处跑来看，夏利亚应该是目前基西利亚派系最警惕的对象。加上这次他征用了 MA 不劳不罗的举动，不免让其他角色也对他产生怀疑，甚至艾格莎贝在被救下后，也对夏利亚产生了不解和怀疑。但我个人的猜测是，我不觉得夏利亚会是对基西利亚扣下扳机的人，应该说他没有理由要这么做。虽然有提到夏利亚原本是基连派系的人，但作为亲信，我不相信夏利亚会不知道萨比加内的处境，更何况基连是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野心家。正所谓鸟尽弓藏，如果夏利亚真的要对基西利亚不利，到时候基连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对他套上叛国的罪行处死，所以我不认为他会是对基西利亚不利的嫌疑人。但可以预见的是，这项计划执行人会是接着要讨论的重要人物。
这集的后半段登场了几位老朋友，其中一位便是来自 Z 纲的巴斯克欧姆。稍微介绍一下角色来历，巴斯克欧姆在正史中是迪坦斯的总指挥官，他的家乡在1年战争期间被吉翁公国入侵，被俘虏后不可避的受到虐待，他那标志性的护目镜则是双眼在虐待中被刑具灼伤而来。受到这样的折磨，更加深他对吉翁的恨意。在迪拉茨纷争后，他和贾米托夫准将一同呼吁联邦军不该继续放任吉翁残党在地球圈引发的武装叛乱，并号召联邦政府中的鹰派人士组成反吉翁军事组织迪坦斯。虽然这次动画中迪坦斯并未正式登场，但从战败的联邦军还有村语研究所跟培养强化人这2点来看，联邦军似乎想搞一波大的，加上在赛德六港口那台爆干大的空调，可以猜得到接下来混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集结尾的预告也确实出现脑波传导钢弹，那场面简直可以说是毁天灭地了。说到迪坦斯，就不得不提赛德1殖民地的30地区事件了。有看过 Z 纲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当初为了镇压殖民地，狠心在殖民地内投放毒气，杀死3000万居民。而这集出现的空调，虽然我们都知道那是脑波传导钢弹的伪装，但不排除巴斯克这鬼畜的家伙会在战败后拿整座殖民地居民的性命来威胁马修或是夏利亚一行人。至于战败的联邦军是如何在战后开发出脑波传导钢弹的，我们回到开头中，寇莫里有提到目前最大的企业分别是瓦纳维尔、吉翁尼克以及亚纳海姆。而作为宇宙世纪最出名的死亡商人，亚纳海姆为了赚双方阵营的钱，自然不会放过兜售自家产品给2方人马的机会。在正史的亚纳海姆也玩过商业间谍的伎俩，从海军战略研究所盗取 F91 的技术造出影子钢弹。结合上述的基西里亚暗杀计划，可以推测这应该是基连派的人为了执行暗杀计划，而故意将精神感应技术泄露给联邦军，并且借巴斯克之手来达成目的。只能说，真不愧是传说中的死亡商人。关于 Kira 在前面集数的描写，主要是对角色们心灵感官的意境表现。而有新人类的存在，那么就有与之抗衡的强化人。这次登场2位强化人驾驶员分别是盖兹卡帕中尉和杜春雨。盖兹卡帕中尉在正史中是奥古斯塔培养的强化人，并在赛德2参与猎犬的机体测试。至于杜春雨，从名称不难看出是在向 Z 纲的凤春雨致敬，名称也是依据强化人实验体编号命名。关于杜的造型，目前最醒目的应该就是他嘴巴的面罩。过去正史中的强化人驾驶员为了达到和新人类一样的战斗水准，必须依靠手术植入晶片，或是服用药物来增强感官。从他的面罩来看，似乎是强化药物的吸入器。结合他说的“好想赶快在闪亮亮里玩耍”，就以上的内容来看，这条世界线对于新人类的心灵思考模式呈现得更加具象化。以往对于新人类的表现都聚焦在灵魂之间的交流，而这次则是用了更直接的方式来呈现。从马修和聂安2人搭乘钢弹的情绪变化来看，本作要触发 Kira 的方式，除了可以透过精神感应装置放大脑波，也可以透过强化药物来增强感官，达到 Kira 的境界。在片尾的预告，除了看到脑波传导钢弹登场，我们也看到2架钢弹在殖民地内的混战。其中一幕 G-Clox 的左臂似乎受损动不了，最后还出现了马丘狰狞的表情。看到这熟悉的画面，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而下集的标题叫做马丘的反叛，从标题来推测，马丘的反叛可能有2种剧情暗示。首先，在这集有看到马修和母亲的争吵而不欢而散，因此更下定决心追求自由。另一个则是马修在下一场比赛的表现，看到比自己还大只的 MA 以及殖民地内的大规模破坏，在奥米加系统的强化下，向着矗立在眼前的 MA 发起反抗。而马修那狰狞的表情，已经可以猜出这是准备要暴走了。那究竟是经历了什么才会有这种反应？目前最普遍的猜测是，马修在战团对决中目睹了自己母亲被卷入其中而丧命，当下崩溃而暴走。结合他目前的个性和想去地球的心情来看，这将会是马修在后面剧情成长的重要节点。那么以上就是这次新集数的剧情猜测和设定解析。如果你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在留言区分享，或是加入我的 DC， 我们一起来讨论更多设定和推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想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支影片见。